火攻头陀到底会不会九阳神功？他的实力真能媲美张三丰吗？其实，在原著中，火攻头陀根本不会九阳神功，他也没有和张三丰打过架，这些都是电影改编的。在书中，他俩根本都没有机会碰面，因为那个时候张三丰还没有出生。那么火攻头陀事件到底发生在哪一年呢？在倚天开篇郭襄上少林那一章提到过，据少林寺中一位老僧回忆，火攻头陀事件发生在70余年前。我们知道郭襄上少林的时间发生在第3次华山论剑后的第3年，而第3次华山论剑是在1259年，所以郭襄上少林是在1262年，那么往前推70年左右，也就是1192年。这时候距离第1次华山论剑1200年还早了10年。九阳神功可是斗九僧跟王重阳打赌赢了借九阴真经观摩后所创，这件事发生在第1次华山论剑之后，所以火攻头陀大闹少林的时候都还没有九阳真经，他从哪里去学？而且这时候张三丰都还没出生，因为郭襄上少林时张三丰也才10几岁，所以他俩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交手。那么火攻头陀的真实实力到底如何？其实上限也就一流高手，远远达不到绝顶高手。因为根据那位少林老僧回忆，火攻头陀原本是少林一普通烧火僧，连正式僧级都没有，所以常常被其他僧人欺辱殴打。这份积怨让他决定偷学少林武功报复。往后20年间，他借着烧火做饭的便利和极高的悟性，暗中偷学了一身上乘外功。可是内功需要有人指导，光偷看是很难学会的，所以火攻头陀几乎都是以偷学外功为主。平日他隐忍挨揍藏得很好，直到达摩堂大考时，他终于忍不住出手，一连打伤了达摩堂9大弟子。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见他出手狠辣，于是下场与其交手，想要制止他。两人斗了数百招，苦智禅师才慢慢占据上风，但他念及火攻头陀习武不易，所以对他手下留情。不料火攻头陀没看懂他的出招意思，于是找准时机重伤了苦智禅师，随后就趁乱逃出了少林。而苦智禅师由于伤势过重，当晚就圆寂了。经此大变，少林寺就立下严苛门规，凡是无师自通偷学武功者，一经发现，重则处死，轻则废掉武功。这也就是后面张君宝偷学武功，觉远大师会带着他逃跑的原因。其实这个规则极大限制了少林寺很多人的天赋，让少林寺直接衰退了数十年，以至于后面一个何足道就让少林寺闭市不出。罗汉堂首座苦慧禅师因此也心灰意冷，远走西域，创立了西域少林一派。而火攻头陀也逃到了西域，他以在少林偷学到的几门外门武功为根基，创立了金刚门，其中包括大力金刚指、般若掌等。后面倚天中出现的阿大、阿二、阿三和刚相就是他这一脉的门人。刚相偷袭张三丰用的就是金刚门传下的般若掌。倚天书中也说了，阿二的武功造诣已经远超祖师火攻头陀，因为他天生神力，把武功由外而内练就了一身深厚内功。而火攻头陀只偷学了外门功夫，内功则是他的短板，所以阿二都远超祖师火攻头陀。火攻头陀的上限最多也就是一流高手，他绝对是无法碰瓷张三丰的。